最近的花开锦绣似乎又把丁禹兮推上了热议的中心。这一次，观众讨论的重点并不只是剧情，也不只是他和邓恩熙之间的化学反应，而是一个非常细节却意外引发争议的问题：丁禹兮饰演的赵灵为什么总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镜头里？有人觉得这是人物气质，是赵灵独有的松弛感，也有人却认为这样的肢体设计太过明显，甚至有些刻意。一个动作为什么会让观众产生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赵灵后面的身份、处境和心理状态不断发生变化，那么现在这个备受讨论的表演选择，到底会成为人物塑造中的亮点，还是始终存在的争议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花开锦绣》里的丁禹兮，以及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值得玩味的赵灵。《花开锦绣》改编自滋滋的同名小说，由丁禹兮和邓恩熙主演。官方预告中，赵灵是一个出身草莽、豪爽重情的私盐贩子，而傅庭云则是一位遭遇家族困局的世家女子。两个人从意外相识开始，被命运推到了一起，在逃亡、家族纷争以及朝堂风云中，一步步改变自己的命运。腾讯视频此前发布的首发预告，也明确把这段关系定位成两个人携手破局的故事。所以，如果只把赵灵理解成一个简单的古装男主，其实就低估了这个角色。因为赵灵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她的成长。一开始的赵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臣，也不是一出场就自带强大气场的贵公子，他更像一个在江湖和现实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他懂得生存，也懂得观察别人。他的行为方式不会像标准化的古装偶像剧男主一样，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压迫感。相反，他身上应该有一种属于草莽人物的自然感。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丁禹兮在塑造赵灵的时候，没有完全采用传统意义上的挺拔是男主姿态。有人觉得这种处理很新鲜，因为他让赵灵看起来不像一个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完美人物。他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松弛，也有一种不太在乎外界评价的感觉。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当一个演员反复使用某一种身体语言时，观众很容易从人物特点变成演员习惯。这两者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如果一个动作只在特定场景出现，那么观众很容易理解成角色设计。可是，如果类似的姿态不断重复，观众就会开始问：这是赵灵还是丁禹兮本人？这就是目前这场讨论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演员塑造角色本来就需要建立辨识度，可是辨识度太强，又可能让角色被演员本人的个人特征覆盖。对于丁禹兮来说，这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过去塑造过不少风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可以是带着少年感和灵气的角色，也可以是情绪复杂、内心充满拉扯的人物。因此，当他进入赵灵这个角色之后，观众自然会期待看到一个全新的丁禹兮，而不是简单的把过去的表演方式重新复制一遍。从目前已经公开的剧情信息来看，赵灵后面的命运其实会发生明显变化，他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私盐贩子。随着剧情推进，他会逐渐接触更大的权力结构，也会面对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在故事的发展中，他会因为傅庭云的推动而走上仕途，并开始在朝堂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公开剧情简介也显示，两人会经历从逃亡到进入更复杂政治局势的过程。这意味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来了：如果赵灵的身份发生改变，他的身体语言会不会跟着改变？如果答案是会，那么现在引发争议的姿态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非常聪明的伏笔。因为人物成长最直观的表现，并不一定是换一套台词。有时候，一个人站着的方式、走路的速度、看人的角度，甚至坐下来的姿势，都可以告诉观众，这个人已经变了。想象一下，前期的赵灵是一个在江湖环境里讨生活的人，他不需要时刻保持所谓的权威感，他可以随意，可以松弛，可以带着一点不羁。但当他真正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他开始面对官场规则，开始面对身份等级，开始面对别人对他的试探，甚至开始面对自己过去身份所带来的压力。这时候，如果丁禹兮能够让赵灵的身体逐渐从松弛变得克制，从随性变得沉稳，
那么观众回头再看前面的那些动作，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原来那不是单纯为了帅，也不是单纯为了制造个人风格，而是人物成长轨迹的一部分。这才是演员表演真正高级的地方。一个动作在不同阶段产生不同意义，前期是草莽气，中期是自信，后期则可能变成权力感。如果花开锦绣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目前的争议甚至可能在后续剧情里被反转。但反过来说，如果这种姿态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那么观众的质疑也很难自然消失，因为人物已经变了，身体语言却没有变化。那时候观众自然会觉得赵灵没有成长，或者至少演员没有把这种成长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现在判断丁禹兮的这次表演究竟成功还是失败，其实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看的不是一个截图，也不是一个动作，而是赵灵完整的人物曲线，从私盐贩子到逐渐进入更大的世界，从为了生存而做选择到开始为了理想和责任做选择，从一个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人到开始承担家庭、感情以及更大的社会责任。这种变化才是赵灵这个角色真正的核心。而丁禹兮究竟能不能把这种变化演出来，也会直接决定花开锦绣后续的口碑走向。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邓恩熙饰演的傅庭云。因为赵灵的成长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傅庭云本身就是推动他人生轨迹改变的重要人物。两个人最开始的相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蜜爱情，他们是在困境中互相帮助，在危机中建立信任。傅庭云需要赵灵，而赵灵也逐渐意识到，傅庭云并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柔弱女子，她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目标。这种双强关系如果能够真正成立，那么赵灵的变化就会更加明显。因为真正好的感情线，不是一个人永远保护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彼此影响之下一起成长。这也是花开锦绣目前最值得期待的部分之一。而从公开预告和剧情介绍来看，剧集显然也不准备只讲一段简单的爱情故事。官方物料强调的是两人在家族和朝廷的重重考验中共同破局。所以对于丁禹兮来说，这一次真正的挑战其实不是把赵灵演得有多帅，而是能不能把赵灵从一个有特点的男人演成一个真正有成长轨迹的人。帅只能带来第一眼吸引力，角色变化才能留下长期记忆。而现在围绕赵灵肢体语言产生的争议，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件事情，观众已经开始认真观察这个角色了。如果没有人在意，也就不会有人讨论。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争议，而是角色没有存在感。目前来看，赵灵至少已经成功建立了自己的辨识度。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这种辨识度能不能随着剧情发展继续升级。如果后面的赵灵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担当，那么前期那些看似不够标准的姿态，很可能最终会变成角色成长的一部分。但如果从头到尾都保持相同的身体语言，那么观众现在提出的问题，也许就会持续到大结局。所以，与其现在急着给丁禹兮的赵灵下结论，不如继续观察，看他如何从江湖走向朝堂，看他如何从一个私盐贩子走向更大的舞台，更要看他如何用眼神、动作、语气和身体状态，一点一点告诉观众，赵灵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赵灵了。而这或许才是花开锦绣真正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一个好角色不应该只让观众记住他的脸，更应该让观众记住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人的。至于丁禹兮这一次的选择究竟是大胆创新，还是容易让人出戏，相信随着后续剧情推进，答案会越来越清楚。你觉得赵灵现在的肢体状态是角色特色，还是有些过于刻意？如果后期赵灵身份发生变化，你希望丁禹兮的表演方式也跟着改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中国娱乐圈人物分析，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更多热门明星和影视剧背后的故事。